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外长记者会上，深圳卫视驻京记者唐平获得提问机会，就有关中国同南太岛国的关系前景提问王毅国委。这是深圳卫视记者连续4年在外长记者会上提问。深圳卫视也是今天唯一一个获得提问机会的中国内地地方媒体。谢谢王国伟，我是深圳卫视直新闻的记者。我们看到中国同南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不断深入，特别是在汤加、基里巴斯等国遭遇火山灾害和新冠疫情影响时，中国都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考虑到有些国家持续干扰破坏中国同南太岛国的关系，您对中国同南太岛国关系前景有何看法？谢谢。中国外交历来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因此，对于南太平洋国家这样的小岛屿国家，我们一直有着一份特别的关注和支持。我们愿意同南太国家互尊互信、平等相待，支持南太国家坚定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也愿意同南太国家互帮互助，共迎挑战。“一带一路”为中国与南太国家的合作开辟了新通路。王毅重申，我们愿继续同南太国家互学互鉴，合作共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中国太平洋岛国应急物资储备库已经启用了，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还有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即将建成。王毅表示，中国认同南太国家互尊互信、平等相待，支持南太国家坚定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始终是南太国家可以信赖的好朋友，愿共同打造不同大小、不同制度国家相互支持、团结合作的新典范。南太呢，在我们看来好像很远，实际上南太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是全世界海洋面积最大、经纬度跨度最大。以及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这个反应最为直接的这样一块区域，所以南太区域如何治理好，直接反映了全球治理的未来。那么，中国深度参与了南太平洋区域的合作，实际上是为全球治理的进一步改善发挥中国的力量。事实上，南太国家历史上长期受到西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控制，这些国家的发展受到极大制约。南太国家因而提出北望战略，希望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同8个太平洋岛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和南太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进入了快车道。2014年，习近平访问斐济并会晤太平洋建交8国领导人后，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定位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南太多国元首当时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高度评价与中国的关系。The reality is that China is a very major development partner of the region. I'm happy with the way China is helping us in the Cook Islands. There's quite a few projects that China has been involved with, and they've done an excellent job. It's to build up our infrastructures, and I guess with China, it's becoming a leading powe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 think we have a lot to learn, but also we are able to go forward to build our infrastructure, and what we need is only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help from China. 中国向南太国家展现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向多个南太国家雪中送炭，援助了多批抗疫物资。去年1月15号，汤加遭受火山海啸灾情，损失惨重。中国火速驰援，是全球首个向汤提供应急物资的国家。通过军机、军舰等方式，累计向汤提供包括移动板房、拖拉机、发电机、水泵、净水器、应急食品、防疫物资在内，超过1400吨救灾物资。中国走向南太地区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讲，让中国人、中国利益能够更好的全球化。那么对南太地区来讲，他们也不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附庸，也不是西方国家这个跑马圈地的这个
无所不为的这样的场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濒临太平洋的湾区城市，深圳与南太平洋各岛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往来密切。自2003年起，多批南太平洋岛国高访团组相继访问深圳，涵盖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等多个南太国家。深圳高度重视与太平洋岛国的交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双边经贸往来。2016年5月，深圳与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签署协议书，结为友好交流城市。多年来，深圳与莫尔斯比港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多家深圳企业赴当地投资兴业，促进了双方经贸人文往来，成为中国同巴新以及太平洋岛国地区友好往来的生动例证。2018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莫尔斯比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2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出席了由深圳市向莫尔斯比港援建的中巴新友谊学校布图卡学园的启用仪式。学园的孩子们特意为中国贵宾准备了中国歌曲《茉莉花》和《让我们荡起双桨》。I'm feeling nice to stay inside my school because it's really nice and it's really amazing. 感谢深圳。熟了以后呢，这些小朋友们都喜欢吃糖嘛，吃糖我就准备了点糖，随时都跟他们做这个交流互动。然后久而久之，在周围社区啊，这个有一个糖果叔叔的一个称谓啊，我也觉得这个心里非常高兴。当时在巴新，王毅也接受了深圳卫视特派记者的独家采访。那么各方在互联互通，在经济体化，那么在包容性发展方面都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值得指出的是，今年的外长记者会上，深圳卫视是唯一向王毅提问的地方媒体，这也是深圳卫视连续第4年在全国两会外长记者会上提问。此前几年的提问分别涉及领事服务、与东盟关系以及中国入世20周年等方面。梳理这些问题，就会发现我们的提问主题词是开放与合作，这与深圳这座城市的气质也是非常符合的。在深圳卫视长期直击大国外交现场的报道中，王毅也曾在多个场合接受了独家采访。2019年8月，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的王毅在泰国曼谷回应了深圳卫视有关美国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提问。该回应第一时间得到了彭博社、CNN 等国际媒体的广泛转载，及时向世界传递中方立场。对于美国最新的贸易举动，您有什么回应吗？中方有什么回应？加征关税肯定不是解决经贸摩擦的一个建设性的办法，不是个正确的办法。去年7月3号，在出席第9届世界和平论坛时，王毅霸气回应深圳卫视记者有关中美会否恢复对话的提问，就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我想问一个问题，中美高层今年会有接触吗？我们当然希望恢复对话，但是要看美国有没有诚意。